有飞友问了一个很有意思的话题，在坐火车时有站台票，方便接送老人儿童，那坐飞机有没有类似的途径呢？可不可以不买机票到登机口接送人呢？咱们今天来简单聊一聊。要说不买票坐飞机，其实之前有过，记得去年咱们讲过一名挪威男子在慕尼黑机场无票登上了一架飞往斯德哥尔摩的航班，第一次因为飞机客满被发现了，第二次居然成功了。但这毕竟是极端情况，与火车站和汽车站不同，机场一般都是不允许没有买票的乘客进入的。全球的机场都设立有安全区或称为隔离区，管理极为严格。咱们通常能够看见机场工作人员的工作证上有各种代码，那就是哪种人员可以进入哪个区域的标志。在一些东南亚的机场，不买票的话，甚至连出发大厅都进不去。这些机场通常在大门处设置手道安检，查验乘客的护照和机票订单。在大部分的国家，人们可以自由地进入出发大厅，但是必须停留在安检通道之前。然而美国与众不同，美国一直有亲情计划，这项计划允许亲友送行至登机口或是在廊桥处接机。美国的理念是，只要这些人通过了安检就是安全的。相比亲情与天伦之乐，美国的一些机场认为多做一些安检工作也许更值得。美国机场出发时不区分国内与国际，这项制度实施起来相对容易。美国的各机场亲情计划的名称五花八门，有的叫做访客证，有的叫做机场通行证，有的叫做 WinMed， 总之都是允许无票乘客进入隔离区的意思。这项措施不收费，但多数要提前24小时申请。飞友们不太方便利用这项政策进入航站楼拍机，因为据说要输入亲友的航班信息才行，而且总量有限制，每天大概只有几十个名额。但这个政策依然很好玩，反对他的人认为这个措施增加了安保负担，但赞成他的人说，这样不仅有利于社会和谐，也能够增加机场收入。毕竟送行时容易买咖啡，而且份数会比较多。911之前，美国的一些机场提供亲情计划，911之后中断了。也有一些机场在911之后恢复，但是疫情期间又中断了。现在疫情过去，美国的一些机场又开始恢复了这项服务，例如匹兹堡国际机场、西雅图国际机场、底特律大都会机场和安大略国际机场等等。关于机场管理还有很多的话题，日本将每座机场都打造成了购物中心、美食城和观景平台。中国现在的新机场也都倾向于混流，包括可以在安检区后过夜等等，在节约资源的同时，也极大地促进了消费。很多飞友伙伴还利用这个政策在航站楼里拍机，也是收获满满。未来各国的民航是否还会出台其他政策，以充分挖掘机场的商业价值和亲情效果呢？值得期待。本期咱们就聊到这里，下期见。